刚上任没多久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肯锡，在近日明确表示将会在春季窜访台湾，并且台军或派出军机为其保驾护航。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我是虎妞。刚当上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麦肯锡，最近似乎是处理完了国内的烂摊子，有时间了。在近日放出消息说，要效仿前辈佩洛西窜访台湾，并且这个访台的时间还被提前了数个月，说是在今年春天就会开始访台。也就是说，最快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麦卡锡就要对台岛进行访问，让本就严峻的台海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在去年的8月份，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完台湾之后，解放军开启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环岛军演，不仅对台岛实行了海陆空封锁，还直接出动战机进行了绕岛飞行，导弹也飞越台岛，实现了精准命中。不过和去年不同的是，去年的佩洛西访台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而这次的访台，麦肯锡却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在刚上任之后，麦肯锡就明确提出应该强化美台之间的关系，增加对台军售，还成立了一个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来专门对付中国。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果麦肯锡到时候真的开启访台之旅的话，那么届时解放军的反应比佩洛西访台后的反应只大不小。在去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有消息传出，我军派出了多架战机，迫使佩洛西的专机不得不绕道而行，并且台军也出动了20多架次的战机，这才使得佩洛西的专机最终安全落地。而在本次的麦肯锡访台中，有岛内消息认为，如果这次解放军有所动作的话，那么台军也会做出相应的举动，就像上次的佩洛西访台一样，出动20架次的战机为麦肯锡保驾护航。但对于这个台军出动20架次的战机保驾护航有没有用，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拿目前台军最先进的 F-16V 战机来看，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款4代半战机。我国同类型战机中的歼10C 和歼16战机加起来，在数量上不但远超于它，在搭载的航电设备如有源相控阵雷达上也要领先，并且我军还有最先进的歼20战机，从质量和数量上来看，都要全方面碾压 F-16V。如果说我军真的出动战机去拦截对方的话，那么以台空军的这点战机实力根本就不够看的，更别提为麦肯锡保驾护航了。因此岛内所说的出动20架次的战机为佩洛西和麦肯锡保驾护航，更多还是为了壮胆，显得自己并不怕，并没有因为环岛军演中的导弹飞过头顶而被吓破胆。同时也是在给美国释放一个信息，尽管派人过来，我们会出动战机护航，确保你人平安的。事实上，对于我军出动战机拦截甚至是击落对方专机的这种事情几乎不会发生。如果我军要是真的击落了对方的专机，那么这将变成一种军事行为，会引发两国战争的。而美国联邦政府此前多次批评，并声称佩洛西的访台和自己没有关系，也是担心中美之间产生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双方都不想把事情闹得更大。那么为什么这次的麦肯锡访台，美国政府就没有极力撇清二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国防部甚至是为麦肯锡的访台制定一系列计划呢？这就得说到美国政府现在内部的混乱了。新的一年到来了，也就意味着距离2024美国大选也越来越近了。以拜登政府为代表的民主党，虽然没有在中期选举中彻底失败，但是丢失了管钱袋子的众议院这一重要机构，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以拜登政府为代表的民主党，如果想要顺利实现自己对乌军援等一系列需要用钱计划的话，那就必须得听众议院的话。如果不听话，众议院完全能够否决这些提议。因此，面对麦肯锡的访台，不但台当局可能会出动战机进行护航，
美军也很有可能出动军机、军舰进行保驾护航，确保这位新上任的众议院议长能够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现在的反华势力愈加高涨，很多人已经将反华当成了政治正确。如果以拜登政府为代表的民主党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搞事情，无疑会赢得这些人的支持，从而确保自己的2024年的大选中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支持率，继续保持民主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而这位新上任的众议院议长也是有着自己的考量在内，毕竟之前为了选出这个议长，经历了10多轮的选举，最终以麦肯锡答应了大量的离谱要求而当选。为了保证自己的位置，上任以后就得搞些大事情满足这些人才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新的一年里，中美关系前景仍然遍布阴云，特别是台海局势将会变得更加的严峻，变得日常化的对台军演，或许要实现常态化封锁演练。